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一位母亲发现，最近一段时间，自己的内衣和内裤总会莫名其妙失踪。起初，她一直以为住所附近有猥琐男出没，可在一次搬家时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偷自己内衣的人居然就一直在自己身边，也恰恰是这个人自己提前几十年和上帝见了面。故事发生在英国的诺丁汉郡。2011年4月25号深夜，当地小镇沉浸在夜色的宁静中。突然之间，两个无比慌张的小孩冲到街上，来到邻居门前后，个头比较高的男孩拼命敲门。等了好一会儿之后，半睡半醒的邻居才打开了门。正当邻居准备骂人时，他看到门口站着两个脸色无比慌张的小孩。这大半夜的，你们两个小屁孩不在家好好睡觉，来我家是要干嘛呢？顺着小孩手指所指向的方向，邻居顿时睡意全无，因为这两个孩子的住所居然着火了。邻居马上拨打了999报警。随着警笛声的响起，现场围起了很多邻居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这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会着火呢？在扑灭大火之后，消防员开始调查起火原因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可疑的事情，着火点全都位于某个卧室里面，而且里面还有很重的汽油残留痕迹。将着火点分布的位置连在一起后，消防员发现他们的指向性很强，就像是专门针对某个位置那样。警方觉得很奇怪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才会在自己卧室里放那么多汽油，又为何偏偏是这个卧室起火？由于火灾原因调查的不确定性很强，消防员需要进一步确定这栋起火的房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消防员了解到，火灾发生时一共有3个人在房屋里面，有2个未成年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。虽然2个孩子和他们的宠物狗侥幸逃了出来，但他们的母亲却不幸丧生火海。这2个孩子年纪较大的是14岁的丹尼尔，而另外一个则是他7岁的弟弟。冷静下来之后，丹尼尔就向警员讲述了一段令人震惊还有恐惧的故事。丹尼尔表示，当天半夜时自己醒来上厕所，走出房间之后，突然遇见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，双方面对面对视了几秒，接着这人就莫名其妙地向他扔了一把锤子，然后就扬长而去。缓过神来之后，自己就走进母亲卧室，准备把这事告诉母亲，可没想到刚走进去就发现母亲卧室着火了。来到母亲身旁，发现她身上还有很多血。当时母亲整个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恐慌之中，自己就抱起弟弟从家里逃了出来，接着自己又冲进里面，在里面救出了自己的宠物狗，然后带着弟弟到邻居家接电话报警。邻居本来想把自己母亲给救出来，却发现卧室的火势太大了，根本就没办法接近。然后接下来就有了你们看到的事情。在火灾被熄灭后的现场，警方找到了一具尸体，通过牙齿记录，他们确认尸体的主人就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当时只有47岁的杰奎琳。与此同时，法医还发现杰奎琳的头部遭受多次钝物击打，伤口形成原因和铁锤高度吻合。而住所着火时，杰奎琳的男友西蒙刚好不在家，所以他侥幸逃过了一劫。而在电话中获悉女友丧生火海之后，西蒙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这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着火了呢？根据枕边人原则，警方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杰奎琳的前夫，又或者是说是他的现任男友西蒙。为此，他们就调查了杰奎琳的背景资料。在遇到西蒙前的1996年，杰奎琳与前任男友生下了第一个儿子。3年之后，他们正式结婚。婚后不久，2个人生下了第2个儿子。他们过着稳定舒适的生活，是当地典型的中产阶级，有房有车有存款。孩子们在当地的私立学校上学。然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2个人的婚姻还是提前跑到了终点。离婚后，杰奎琳带着孩子搬了家。2008年5月，杰奎琳在外出时遇见了西蒙。一番接触后，西蒙发现杰奎琳是个很有爱心也很体贴别人的人。聊着聊着，2个人就从餐厅聊到了酒店，还产生了负距离接触。根据周围人的说法，
杰奎琳为人心地善良，跟周围人一直相处得很好，根本没和别人结下深仇大怨。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以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他，而在杀害他之后还让他被烧得体无完肤。火灾发生2天之后，正当周围邻居七嘴八舌议论着这件事情时，警方的调查有了进展。他们发现杰奎琳的前夫和现任男友都没有机会作案，嫌犯另有其人。不过让所有人意料的是，这名嫌犯既不是穷凶极恶的盗贼，也不是精神失常的歹徒，而是杰奎琳14岁的亲生儿子丹尼尔。消息传到邻居耳中后，他们直接就被惊呆了，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谣言。可直到了解丹尼尔的经历之后，他们才认为原来恶魔和年纪真的无关。根据资料，丹尼尔出生于1996年11月11号，几年后弟弟也出生了。当丹尼尔只有8岁时，他开始接触了电子游戏，喜欢上了里面虚构的血腥暴力。和其他一有空就喜欢在外面玩的小伙伴不同，丹尼尔只要一放学就会带着游戏机往回家跑。他变得越来越孤僻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卧室里，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世界里。玩着玩着，丹尼尔发现这游戏已经无法满足自己，打来打去都是那几个人物。而在多巴胺的刺激下，丹尼尔开始喜欢上了恐怖电影。也许是游戏玩得多了，电影里面再恐怖的场景对他来说早就没有了任何感觉。在丹尼尔的卧室抽屉里，他收藏了很多恐怖电影的影碟，比如说《电锯惊魂》还有《血腥星期五》等等。而每当只要一有空时，他都会重复观看，不断刷新自己对血腥场景的感知阈值。在迷恋血腥暴力的仅仅12个月后，丹尼尔的生活就被彻底颠覆了，因为他父母的感情发生了破裂，后来直接离婚，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。丹尼尔和他的弟弟被分配到和母亲一起生活，而像往常一样，母亲杰奎琳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这2个孩子，继续支付丹尼尔的私立学校学费。可仅仅在6个月之后，他就负担不起这个费用了。对于许多离婚的夫妇来说，离婚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。由于收入压力，母亲杰奎琳不得不将丹尼尔从私立学校撤出，把他送到了当地一所收费比较便宜的综合学校。在为丹尼尔换学校的同时，因为经济紧张，杰奎琳决定换房子。而对于新房子，大家都觉得还能接受，但唯独丹尼尔是个例外。他非常讨厌新房子的周边环境，而就在那时，丹尼尔变得更加的叛逆。他不帮忙做家务，大部分的时间呢，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，没有人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。从大约12岁开始，丹尼尔似乎对捣鼓电脑配件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他看到儿子整天待在自己卧室里，母亲一直以为儿子是在钻研电脑。杰奎琳觉得儿子这个兴趣总比看那些恐怖电影要好，虽然这辈子大概率是没法看到儿子拿个诺贝尔奖回来。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丹尼尔变得越来越叛逆。每当母亲试图管教他时，丹尼尔都会变得非常的暴躁，甚至是暴力。有时候西门不得不出面介入他们的矛盾，以此保护杰奎琳免受儿子的伤害。而每次吵架之后，丹尼尔都会跑上楼，一边踢楼梯扶手，一边说着连狗都听不下去的脏话。发泄完之后，就会进入自己的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在杰奎琳搬家时，西门曾帮丹尼尔收拾了他的旧卧室。西门想着，最起码也得2个孩子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我们不知道西门到底是否留下了好印象，不过丹尼尔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。因为在丹尼尔的房间里面，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塑料箱，里面居然装着尿液还有粪便。从排泄物的味道和形状来看，这箱东西显然已经存放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西门想不明白，这混蛋小子到底在搞什么玩意，居然在自己卧室里放这么一箱东西。该不会是想趁着自己帮他收拾时来趁机抓弄自己吧？然而让西门震惊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。在丹尼尔的床底下，他找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包，里面居然藏着杰奎琳的内衣还有内裤，各种颜色各种花纹图案，新的旧的，满满一大包。
原来此前困扰女友的偷衣贼居然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坐在凳子上看着眼前这包内衣，西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老夫一生光明磊落，怎么就和这么个混蛋玩意扯上关系了呢？房屋起火1年半之前，想到丹尼尔的性情还有癖好，西蒙决定带他去接受心理医生治疗。而在与医生的交流过程中，丹尼尔就表示他经常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这个声音不断教唆他如何去抓弄你讨厌的人，甚至是伤害他们。小年纪说出这样的话，确实让心理医生非常吃惊。正当医生准备开口治疗时，丹尼尔接着说道，他说有个叫做弗雷德的同学，自己很讨厌这个人，在脑海里自己早就把他杀了很多遍。聊到一半时，医生拿出了一支笔，让丹尼尔写下想做的事情。看着眼前的白纸，丹尼尔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写下了一个身边小伙伴互相残杀的故事。文字下方还有人们互相刺伤的画面。而看着这个作品，医生告诉西蒙，有一件很不幸的事情，我得告诉你，你带了个定时炸弹在你身边。2011年3月，就在杰奎琳被谋杀的6个星期前，丹尼尔在当地儿童成长中心进行了精神健康评估。评估称丹尼尔没有精神疾病，对自己或者他人几乎没有风险或者威胁。与此同时，丹尼尔和母亲的关系还在继续恶化。以前是熟悉的陌生人，现在呢是熟悉的大仇人。换到新学校之后，丹尼尔性情变得更加的孤僻，一直沉迷于暴力色情电影。每到深夜，他总喜欢从书包里拿出刚买的影碟，然后戴上耳机，一边吃着薯片一边观看。越是血腥的场面，他就越兴奋。看完电影之后，丹尼尔总会走出房间，趁着家里人熟睡之际，偷偷把母亲的贴身衣物拿到自己卧室，然后展开比爱因斯坦还牛的想象力。而在梦里，丹尼尔既是男主角又是导演，他用自己的多巴胺操控着女主角所有的动作。而到了白天去学校上课时，丹尼尔总是会打瞌睡。而每次看到他脸上浓浓的黑眼圈时，他的同学总会调侃他，嘿，你昨晚又在家拍电影了吗？2011年4月24号这一天，丹尼尔重新看了电影《电锯惊魂》。25号这天，家里一切都很正常。星期天时，西蒙和杰奎琳互发了短信。杰奎琳说，丹尼尔有计划和他的祖父母一起到外面玩。就当大家以为这又是普通的一天时，丹尼尔其实已经开始实施了他的恐怖计划。在白天时，他在后花园的棚子里面偷偷藏了一罐汽油，还有一把旧铁锤。到了半夜，他躺在床上，呆呆地看着时钟的秒针，滴答滴答。虽然此时屋子里安静的只有时钟的声音，但丹尼尔脑海的大暴雨早已到来。从床上下来之后，他走进了母亲的卧室，在母亲床边站了好一会儿之后，然后就举起了锤子，用力朝母亲的脸上挥去。7次一上一下，鲜血立即从杰奎琳的头上流下。惊慌失措的母亲直接滚到地上，还没来得及大声呼救，她就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片朦胧之中。而当母亲在地上挣扎时，丹尼尔就把碎纸片撒在了她的身旁，然后形成了一个圆圈，最后直接浇上汽油，直接点燃了火。接着丹尼尔跑到弟弟那里，把他叫醒，并告诉他房子着火了，然后抱着他从燃烧的房屋冲到外面。而在邻居门口后，丹尼尔用力敲门求救。他告诉邻居，有一个面具男闯入了自己家，还放了火，并且从母亲的卧室窗户里逃走。尽管丹尼尔竭尽全力掩盖他的罪行，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是唯一凶手。消防员在搜查时发现了2把铁锤，其中一把是旧铁锤，在检查之后就被证明是凶器，而另外一把铁锤则是丹尼尔放置的工具，用来转移调查人员的注意力。警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从谋杀到纵火，再到为了逃脱罪行使用2把铁锤误导警方调查，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只有14岁少年做的事情，但所有的证据表明就是他做的。在检查丹尼尔的笔记本电脑时，警方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证据，其中一个就是丹尼尔写的故事。尽管他在犯罪前几天就把它从电脑中删除，但警方还是回复了他们。在丹尼尔写的这个故事里，他是核心的人物，也是一个可怕的角色。
杀人犯、强奸犯，还有犯罪策划师。在故事中，丹尼尔用铁锤砸死了母亲，然后点燃大火处理了尸体，还把罪行交货给虚构的外人。实际上，故事写得再可怕，那也只是故事。可如果把故事搬到现实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刺激了丹尼尔，因为在4月25号这天，他提前实施了这个计划。丹尼尔表示，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天，自己和母亲发生了争吵，然后自己去睡觉了。到了凌晨1点左右，自己冲进母亲的卧室，两个人因为一双运动鞋的原因再次发生了争吵。那随后自己就拿了一个锤子将母亲给打死。其实丹尼尔这个说法的目的也很简单，他就是想用过失杀人掩盖自己的蓄意谋杀，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减少法院对自己的惩罚。事情传开后，这个案件引起了英国媒体的高度关注，很多人压根就不敢相信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会对自己的母亲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，而且从头到尾他的母亲都没有虐待他。法庭之上，在作证后接受盘问时，丹尼尔整个人都非常的傲慢，他经常用手捂着自己的脸，并不是因为他没脸见人，而是在偷看有谁在看他。从始至终，丹尼尔没有流下一滴眼泪，也没有一丝悔恨。法庭上的主角明明是他，可他却完全不在意。当着陪审团的面，他说道：在故事中我逃脱了，我以为我在现实中也能够逃脱。而丹尼尔的辩护策略其实也很简单，他自己是不堪忍受母亲的言语暴力还有身体虐待才犯下了谋杀。但这与许多人所了解的事情相矛盾，因为他的母亲杰奎琳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没有人见过她虐待自己的孩子，也没有人见过丹尼尔他们被母亲虐待。而在审判结束的前一刻，丹尼尔转向了他母亲的男友西蒙，还做了一个模仿开膛手杰克的动作，用手指沿着自己的脖子划了一下，意思是说我要杀了你。经过2周的审判，陪审团就全票通过14岁的丹尼尔蓄意谋杀罪名成立。而当判决被宣布时，丹尼尔低头看了看地面，似乎快要哭了。不过这可不是悔恨，更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已经没有了。2012年4月2号，丹尼尔被判处终身监禁，最低刑期为16年。如果被认为他仍然对他人构成威胁，那他将无法在2028年获得假释。按照正常的操作，如果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那出于对他们的保护，其实法院很少会公布这些案件细节，尤其是当事人的身份背景。可这一次，在经过商议之后，他们就决定解除报道限制。他们公开了丹尼尔的身份还有所有犯罪的细节，尽管他只有14岁。当地警察厅厅长也表示，他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可怕的案件，暴力程度、策划程度还有谎言程度都不仅令人震惊，而且令人不寒而栗。一个14岁的男孩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无法想象丹尼尔将来要如何面对他的弟弟，又或者是说，在丹尼尔出狱之后，英国的街道上会不会又多了一个定时炸弹？杰奎琳的男友西蒙说，尽管他不恨丹尼尔，但也不会原谅他。正如西蒙所说的，我知道宽恕是一种美德，但有些事情你可以宽恕，而有些事情你却是永远都无法宽恕的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